数十枚导弹、百架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总部通信中心遇袭，2艘登陆舰被炸毁。乌军是如何突破克里米亚防空的？法国2000名士兵远征乌克兰，法军上校公布作战方案，北约真的向乌克兰派兵了吗？俄罗斯对乌后方发动袭击，导弹入侵波兰领空。莫斯科遇袭事件发生之后，俄乌双方对敌方本土的袭击程度又上升了一个档次。3月24日凌晨，乌克兰发射数十枚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多个区域，塞瓦斯托波尔、耶夫帕托里亚、萨基和詹科伊等地区多遭到袭击。3月24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国防军成功击中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通信中心，并炸毁亚马尔号和亚速号登陆舰。同一天，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总部通信中心遭到至少3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袭击。克里米亚贝尔贝克机场附近也发生爆炸，俄频道称有3架苏27飞机受损。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总部被导弹击中，具体损失还不清楚。最要命的是，俄黑海舰队的2艘大型登陆舰又被击中并摧毁。这次被击中的是黑海舰队2艘112米长的大型罗普查级登陆舰。黑海舰队损失太大了。从数据看，除去维修保养的舰艇，黑海舰队真的没有什么舰艇可以出动了。同时，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附近的赫瓦尔迪斯克油库也发生了火灾，科赤大桥临时关闭，限制通行。看来乌克兰似乎考虑了英国的建议，往克里米亚方向加强对黑海舰队和俄军的打击，加速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不过，根据路透社3月24日的报道，乌军并没有说明如何打击上述目标的。但是，克里米亚地区一名俄方任命的官员表示，当地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空袭，俄军防空系统在塞瓦斯托波尔港上空击落了超过10枚导弹。同时，在3月24日，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172架乌克兰无人机、11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及3枚海王星反舰导弹等。虽然没有明说克里米亚地区的防空击落了多少，但从这个数量也能看出来，乌军这是对克里米亚发动了饱和式打击。如何突破俄军防空的问题根本不需要讨论。除了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俄罗斯也对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打击。3月24日，俄军出动14架俄罗斯图95米格31K 袭击乌克兰利沃夫、基辅等地。俄军发射匕首弹道导弹、KH-101或 KH-55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不过，俄军发射的18枚 KH-101或 KH-55导弹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全部击落，同时乌军还拦截了28架见证者无人机中的25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的袭击中还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一枚俄罗斯导弹侵略了波兰领空。波兰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3月24日凌晨4时23分，俄方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进入了波兰卢布林省一个城镇附近的领空，并在波兰境内停留了39秒。在其飞行期间，波兰军方的雷达进行了全程监控。华沙已要求俄罗斯就此事作出解释。早在2023年12月29日，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西部，也曾经飞入波兰境内不到3分钟。这次俄军的导弹又飞去波兰领空，后续可能引发欧洲各国对乌克兰援助增加。至于当前的俄乌战场，前线或许对乌军不利，但俄罗斯后方也不安稳。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已经面临真正的制裁紧缩，而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正加剧这种困难。超级大黄蜂续命。经过1年多的谈判，波音获得美国海军最后一批超级大黄蜂的生产合约。这批超级大黄蜂总数17架，其中包含5架单座型、12架双座型。美国海军的声明显示，这17架战机将在2026年冬季开始交付，最晚在2027年春季完成交机。这也就意味着波音能够将超级大黄蜂的生产线延长到2027年，
之前波音预测将在2025年关闭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生产线。获得这次合约之后，波音得到了额外的2年生产时间，也算是一个寻找海外订单的机会。锆石袭击基辅。3月25日，俄罗斯从克里米亚的陆基导弹系统发射了2枚322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导弹的速度达到了9马赫，射程1000公里，只需要5至6分钟就能从克里米亚飞到基辅。相比较伊斯坎德尔 Kh-101 或 Kh-555 巡航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拦截锆石的难度更高。按照俄罗斯的说法，锆石导弹是无法被拦截的。早上的袭击发生之后，乌克兰在基辅发现了1枚锆石导弹的残骸，一些残骸上有标记，说明它是2022年生产的。同时，其中1枚被击落的锆石导弹的弹头是在一栋住宅楼中发现的。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乌克兰继续用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3月23日凌晨，俄罗斯萨马拉州古比雪夫斯基炼油厂遇袭，并发生了火灾。古比雪夫斯基炼油厂的申报产能为每年700万吨石油。从2012年到2015年，该工厂进行了重大现代化改造，耗资104亿卢布，按2012年的汇率计算，约为3.35亿美元。而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袭击没有对技术设备造成伤害，对此火力军只能说自欺欺人。俄罗斯阿斯塔瑞媒体3月24日报道，萨马拉地区一家炼油厂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营。目前，俄罗斯每天40万桶石油生产被迫中断，达到10个月来最低点。而英国国防部表示，鉴于俄罗斯能源工业的规模，俄罗斯不太可能保护所有脆弱设施。除此之外，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也出现了问题。3月21日，印度最大能源公司 Reliance 公司拒绝接收俄罗斯国有航运公司 Socomflot 运送的乌拉尔原油。2023年的时候， Socomflot 将俄罗斯1/5的石油运往印度，但现在印度因为担心2级制裁风险，拒绝接收俄罗斯石油，这就导致俄罗斯柴油货物堆积在海上，找不到买家。数据分析公司 Kibler 的数据表示，截止3月中旬，有超过640万桶闲置柴油受到影响，而那些运载柴油的俄罗斯油轮漂浮在海上，无法顺利交付，这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数量。战场之外也有新消息，之前火力军聊到过，法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2000名士兵，但现在又有了新发现。日本放开武器出口。3月26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向第三国出口，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在这次修改中，日本政府将出口项目限定为下一代战斗机，出口对象限制在于日本签订防务装备协定的15个国家。除此之外，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将不在出口范围之内，实际进行出口时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内阁决定。3月中旬的时候，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宣布，对外情报局收到的情报显示，法国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事人员，第一批特遣队兵力总数可能约为2000人。而法国《世界报》网站报道，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希尔将军还强调，法国随时准备在30天内动员一支2万人的部队前往乌克兰参战，如果数量还不够的话，还会和北约盟友组建一支由6万人组建的联合部队。除了这些，法军上校文森特·阿巴雷蒂埃还公布了法军在乌克兰可能实施的2套作战方案。第一套作战方案是让法军直接沿着第聂伯河沿岸布防，这样一来，法军不仅能够协防基辅，还能守住半个乌克兰。第二套作战方案则是将法军直接部署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带，压力增加的白俄罗斯必定会向俄罗斯求援，可以吸引俄罗斯一部分的作战兵力，缓解乌军在其他战线上的作战压力。总体来看，进入乌克兰的法军更偏向于防御而非进攻，会先建立起防线和快速反应部队，防止乌军防线在被俄军击穿后出现大规模溃败的情况。当然了，针对出兵乌克兰，法国第一时间否认，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情报是哪儿来的，而且就算是法国要出兵，大概也是在商讨中，短时间内是见不到的。
不过，关于北约是否出兵的问题，欧尔班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北约或许在2、3个月之后就会向乌克兰派兵。3月22日，俄新社报道，匈牙利总统欧尔班当天表示，他不排除北约军队在2、3个月后进入乌克兰的可能性。俄乌战争之前的情况已经说明，最初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一段时间后会变成现实。从俄乌战争的进程来看，的确是这样。德国最初的打算是不援乌致命性武器，最好是给装备、头盔，但是现在已经聊到了什么时候援乌金牛座。对于这件事，火力军那句话，请给予乌克兰需要的武器和弹药，他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只是根据美媒的报道，俄乌战场已经成为北约老式武器垃圾场。3月中旬，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大致意思就是北约并没有给乌克兰最好的武器来对抗俄罗斯。就比如法国最近一直宣称要向乌克兰派兵，也已经援助乌克兰很多辆 AMX-10RC 轻型坦克，而这种坦克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制造的，最近一次进行重大升级还是在2000年。法国军方在2021年就开始淘汰这些过时的武器平台，比俄乌战争爆发还早了整整1年。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这些轻型装甲坦克过于脆弱，无法进行正面攻击，而乌军需要这些坦克来突破俄罗斯的防线，情况可想而知。英国援乌14的挑战者2原本是准备退役的，美国援乌 M1 坦克不是升级版的现代化 M1。火力军不否认这些老式坦克在战场上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装备的弱点。乌军值得北约援助性能更好的武器。除了坦克，战机也有类似的问题。乌军如果想要彻底击败俄军，战机是必不可少的。北约目前已经援乌 F-16，但是这些战机都是老一代的，处于设计使用寿命的末尾。当然了，俄军当前的武器也是年龄太大，很多都是从库存里拉出来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当前的军工系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可以对这些老式武器进行翻新，并且数量更多。总的来说，火力军认为，北约不需要派兵进入乌克兰，只需要将乌克兰需要的先进武器运往乌克兰就可以了。另一边，法德就研发下一代坦克已经达成了协议。3月23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德国和法国的国防部长在3月22日宣布，在开发和生产未来坦克，也就是 MGCS 项目方面，两国工业界将分担同等的工作，并将在4月底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至此，法德两国结束了关于未来坦克 KNDS 公司与莱茵金属谁来主导的争论。按照目前的消息， MGCS 是一个超越单一坦克的系统，预计将包括3辆共享相同或相似底盘的车辆，以降低成本。除了坦克外，还将有一辆配备导弹系统的有人驾驶车辆，与一辆配备间接火力武器的无人驾驶车辆。这些车辆还将配备自己的无人机。同时 MGCS 坦克的重量也将显著降低，预计不超过50吨。在火力方面， MGCS 可能用更大口径的火炮，可能是莱茵金属130毫米 L52， 或者是 Next 的140毫米 Ascalon 取代120毫米火炮，目的是到在本世纪40年代取代德国的豹式和法国勒克莱尔，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进行演示。除此之外， KNDS 公司将在乌克兰建立一个部门，在当地生产弹药以及在乌克兰使用的法德武器备件，也就意味着豹2凯撒卡车炮、PZH-2000 和猎豹自行高射炮的零件都能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不得不说，这段时间的法国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先是对外公布可能出兵乌克兰的信号，现在又要建造4艘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以保持自家的战略核威慑。3月20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启动了第3代战略核潜艇的建造项目，代号 SNLE-3G， 计划建造4艘，预计将在2035年投入使用，用于替换现有的4艘凯旋级核潜艇。法国海军目前现役的战略核潜艇首舰于1997年服役，到2010年最后一艘凯旋级服役之后，就停止了该型核潜艇的后续建造。从时间上考虑，到2035年，凯旋级核潜艇的首舰服役时间已经超过38年，就算是最后一艘，也已经达到25年的服役期，的确是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需要建造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3月20日，欧洲国防网报道，法国首艘 SNLE-3G 在法国海军集团瑟堡造船厂举行了开工仪式，切割首块钢板。法国从2014年就开始筹划 SNLE-3G 项目，2021年正式进入细节设计阶段。首艇将在2035年交付，并从2035年起每5年交付一艘，服役历程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SNLE-3G 艇长约150米，潜航排水量超 1.5 万吨，比凯旋级大了 20% 左右，也是法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核潜艇。在设计上， SNLE-3G 潜艇延续了凯旋的一些设计，比如采用拉长水滴型进行体设计，外表尽量减少突出物，同样配备16具弹道导弹发射管与4具鱼雷发射管。不过 SNLE-3G 潜艇将携带改进型 M51 弹道导弹或其替代型，为了容纳新装备，艇体也延长了10米，排水量增加约2000吨。当然，作为新武器， SNLE-3G 也有新花样，其采用了喷射泵推进、X 型尾舵等，已经在梭鱼级潜艇经过验证的新技术，大幅度强化了静音和隐身能力。与凯旋级区别最大的就是尾舵，凯旋级是十字形尾舵，而 X 型尾舵可以让潜艇获得更好的水下操控性能，从而提高潜艇的水下机动能力。目前 X 型尾舵已经是新型潜艇的首选，美国的哥伦比亚级、日本的苍龙级都是 X 尾舵。总的来说， SNLE-3G 的特点有3个。第一点就是噪音控制能力更强，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发现的概率。根据法国国防部长佛罗伦斯·帕利透露， SNLE-3G 将采用新一代技术的弦侧振声呐，所发出的噪音比海洋背景噪音还低。第二点是配备了新的声呐和指挥系统，态势感知能力更强。舰首配备了 ELIC 系统的环形声呐，能够进行超低频探测，搭配舰身两侧的大型阵列声呐，可以将侦察到的各种讯号整合到 Scopus 3.0 资料处理系统中，并做出相应的准备。第三点就是核打击能力进一步提高，改进型的 M51 导弹可能配备高超音速弹头，新的突防装置，射程也有可能提升。当然了，性能好也就意味着价格很贵。SNLE-3G 单艘造价40亿欧元，而 SNLE-3G 项目总耗资将达到400亿欧元，将会有超过200家企业、400个工程师以及3000名工人投入项目。根据法国的计划， SNLE-3G 将服役至2090年。从这点看，这笔钱花得不亏。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北约会向乌克兰派兵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